你好呀，这里是某某的投资笔记。最近我花了不少功夫，把高通这家公司从头到尾仔细研究了一遍，从财报里的细节、行业竞争的态势，到分析师们的一致看法，再到估值测算，都逐一梳理清楚了。今天就把这些整理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先把结论放在前面，高通的基本面其实还不错，但现在这个价位我不建议追高。如果手里已经有仓位，我觉得可以考虑逢高减一部分。要是还没入场，等回调到195到200美元这个区间再观察，性价比会好很多。你肯定知道高通，它可是手机芯片领域的巨头，骁龙处理器和 5G 基带芯片都是它的拳头产品。不过你可能没注意到，这只股票在过去3个月里表现相当惊人，从131美元一路飙升到现在的226美元，涨幅接近 72%。 就在今天它又单日大涨了6个多点，这样的涨幅看起来确实很诱人，但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梳理了4个最核心的指标。第一，华尔街36位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是182美元，比当前的226美元低了将近20%。第二，分析师们的共识评级是持有，22位分析师都给出了这个评价。第三，高通今年的营收其实是在下滑的，同比下降了 3.5%。 第四，分析师预测高通明年的每股盈利反而比今年还要低一点点。把这4个数字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高通的股价涨得太快了，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基本面支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价格走势的情况。从客观数据来看，3个月前高通股价在131美元左右，2个月前攀升至约155美元，1个月前达到195美元，昨日收盘报226美元，今日股价进一步走高，其52周最高价为259美元，最低价为121美元，当前价格处于52周区间约 76% 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今日该股单日涨幅达 6%， 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基本面催化剂，可能受行业消息面或市场情绪推动，具体原因大家可自行判断，我仅对数据进行描述，不做主观猜测。接下来聊聊我认为这只股票最核心的部分，估值。按过去12个月的盈利计算，高通当前市盈率约24倍出头，这个数字本身不算离谱，半导体行业里比它高的比比皆是。但真正让我觉得有点绷不住的是把它和分析师目标价放在一起看。36位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是 182.7 美元，而当前股价是226美元，这意味着市场现在给高通的定价已经比专业分析师们的集体判断高出了将近 24%。 有人可能会说高通的 PEG 才 0.91， 从成长角度看并不贵，这话没错，但这里有个细节得注意，这个成长测算用的是过去的高速盈利增长数据，可往前看。FY 2026的 EPS 预估是 10.8 美元， FY 2027反而只有 10.67 美元，比今年还低。换句话说，分析师其实预期未来增速会走平，甚至小幅回落，这种情况下 PEG 这个数字就得打点折扣了。如果用历史均值市盈率18倍来估算，对应的合理价格大概在194美元左右，这就是我觉得195到200美元这个区间更有性价比的原因。基本面这边好消息确实挺多的，先说说亮眼的地方。高通卖芯片的毛利率能到 54.8%， 差不多就是你每花100块买它的产品，将近55块都是纯毛利，这个水平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算相当出色了。 ROE 净资产收益率做到了 36%， 相当于用股东每1块钱能赚回3毛6，自由现金流接近100亿美元，给股东派息有足够支撑，公司财务结构也比较稳健。不过问题也很现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营收在往下走，这一财年同比下滑了 3.5%， 意味着它现在的发展故事不是越做越大，而是在存量市场里打转。背后的原因也不难想，苹果这几年一直在自研基带芯片，一旦苹果把手机基带做成熟，高通每年从苹果那里拿到的那一大块收入就会直接少一块，这部分营收目前大概占它总营收的 20% 以上。这不是明年才要担心的风险，是已经在发生的事了。我基于公开信息梳理了3种可能的情景。看多情景下， AI 端侧计算需求迎来爆发，高通在手机与汽车芯片领域均能收获增量，
营收有望重回正增长轨道，分析师目标价随之向上调整，股价或向260美元甚至更高价位迈进。这一情景并非没有依据，高通在芯片架构上具备扎实的技术积累，这正是其核心底气所在。机转情景中，苹果基带替代进程稳步推进，高通手机业务营收基本维持平稳， AI 赛道则为公司业绩提供一定补充。整体来看，公司处于盘整阶段，股价大概率在180至220美元区间震荡，向上突破的动能相对有限，这也是我目前判断概率最高的发展路径。看空情景里，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高通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将面临冲击。要知道，中国是其最大的单一市场，这部分收入占比相当高，叠加苹果基带，替代加速推进，公司营收会明显承压，股价有可能回落至170美元甚至更低水平。我们最后聊聊我个人的操作思路哈。关于目标价位，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建仓区间是195到200美元，这个价格对应的远期市盈率大概在20到21倍之间，估值是比较合理的，性价比也不错。止损的话，可以参考200美元位置的20日支撑线，要是价格明确跌破这条线还没企稳，那就及时止损离场比较稳妥。如果现在你手里已经有高通的仓位，能涨70%多，本身已经是挺不错的成绩了。我觉得逢高减一部分仓位，锁定利润是合理的，留些底仓继续观望也没问题，但不太建议在当前这个位置加仓。要是你还没入场，我自己的选择是等它回调到195到200这个区间，再好好考虑建仓的事儿。另外还有个点得留意，高通的贝塔值是 1.6， 简单说就是大盘跌1美元，它一般会跌 1.6美元。碰到市场情绪不好的时候，它的波动会被放大，所以仓位别压得太重。要是你也在研究高通或者半导体赛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看法。觉得内容有用的话，点个赞或者关注支持一下，咱们下期见。